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今天我们来聊聊西天取经的真相。曾经我以为真实的唐僧玄奘法师的经历就是西天取经的真相，但事实上玄奘一路上有高昌国王的护送，有突厥可汗的保护，还有印度戒日王的赏识和提拔。归国的时候呢，又有大唐皇帝李世民的千里迎接，他是东土圣僧，头顶着光环完成了取经。然而设想一下，如果当真有一个苦行僧62岁才从长安出发，75岁才在印度取得真经，当时的人平均寿命只有40岁，他又是否有勇气回国，并且坚信自己一定能在死前完成翻译了？这听起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但事实上这才是西天取经的真相。这位苦行僧真实存在，比玄奘还要早230年，他的故事充满了更加鼓舞的力量。故事从五胡乱华的大混乱时期开始。这天呢，山西的某座寺院当中，一对父母送来了一个正在牙牙学语的小孩。父母说生逢乱世，求佛祖保佑，自己的前3个小孩全部夭折，现在不想再失去这第4个孩子了，就让他在佛门里剃度吧。然后这个3岁的小沙弥就是我们故事的主角法显。10来岁的时候呢，法显和10几个同学在地里割麦子，突然有一大群难民就闯了过来。当时兵荒马乱的同学们一看这架势全都吓跑了，唯独法显没有走。他跟难民说，这里的粮食你们大可以全部拿走，但请你们记住，今生的痛苦全因为前世的贪婪，如果你们继续抢夺粮食，恐怕下辈子还要受苦。说完法显就走了，头也没回。而后来呢，这群难民果然一粒麦子都没有拿，径直离开了田地。这件事让法显第一次被人刮目相看。法显并不是鸠摩罗什和玄奘那种天才型的选手，他只是一个规规矩矩的普通人而已。这种普通呢，普通到让人感到可怕。因为接下来的40多年当中，法显循规蹈矩，到了60岁的时候才一点点晋升成了长安城里的大和尚。然而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一个和尚一本经， A 僧团说自己按照佛陀当年的说法是可以吃肉的，而 B 僧团也说吃肉和放高利贷写在同一本经书里面，你能吃肉，我就也能放高利贷。想想这种场景，我们规规矩矩的法显他能忍吗？当然不能啊。那能反驳吗？当然也不能啊，因为你法显也没见过最原始的经文呢。于是到了法显62岁这年呢，他决定干一件事儿，那就是西天取经，去印度取回真正的经书。公元399年，法显和自己的僧团从长安出发，第一站是穿越玉门关外的大沙漠，僧团以死人枯骨做路标，整整走了17天，到达了西域的第一个古国楼兰，也叫做鄯善。楼兰古国在罗布泊旁边，很神秘，法显几乎是唯一一个记录过他真身的人。楼兰在法显到访以后的100年呢，就彻底消失了。后来玄奘路过罗布泊，他已经没有见过楼兰了。法显说楼兰的服饰大体与中原相同，但不使用丝绸，全是一些毛线和粗麻。国王信奉佛教，国内有僧众4000，但是他们信奉的是小乘佛教，执行的是印度律法，和自己要找的大乘律法完全不同。楼兰之后的几个小国城邦呢，也都是这样，虽然语言各不相同，但贵族僧侣们通用印度的语言和文字交流。接下来是西域的第2个大国燕夷，燕夷也有4000僧众，但他们信仰小乘信得比楼兰还要严重，严重到法显他们这种大乘僧团在这里得不到供养。还记得鸠摩罗什故事里我们分享的丝路法则吗？当时的丝绸之路上遍布着大大小小的佛国，僧人们在丝路上不停地行走，传播学问，而沿途的国王贵族们呢，则负责供养这些僧人，获得先进的知识技术，也谋求心灵上的平静和寄托。所以法显这一句大乘僧团得不到供养其实非常严重，这意味着他们已经开始进入一个非常不友好的环境。很多学者都认为法显当时是有地图的，而当他进入不友好地带以后呢，他的地图上应该也记录着这样一个故事。猪八戒的真身叫做朱士行，比法显早130年，是三国时代曹魏和尚，他法号八戒。八戒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西天取经的中原和尚，所以真正的大师兄其实是猪八戒。八戒和法显一样，在穿越沙漠进入不友好的小乘地带以后呢，他来到了一个叫做于田的地方。八戒说于田国信奉小乘，自己在这里被关押，走不得，回不去。
然后的故事我们就全都不知道了。直到三国时代结束，西晋的司马家重新统一中原，准备再次收拾西域的时候呢，于田国才派出了一位八戒和尚的弟子，他来到长安，带回了八戒翻译的经文，还说八戒大师在于田国圆寂后呢，火化肉身不坏，于田国叹为神迹，从此以后佛门有了金刚不坏之身的传说。这其实是在说八戒大师。而《西游记》当中的猪八戒为什么是天蓬元帅，为什么也曾经大闹天宫？其实朱世行他在正式出家以前呢，也是一位博学鸿儒，还精通道法。他是在听了印度和尚的经文以后才出家受戒，成为比丘的。朱世行的故事我们现在已经非常模糊了，但想必法显当时一定比我们更加清楚。从燕夷到于田，这一路上50多天的苦行，要穿越现在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虽然当时这里可能还是一片草原，但是法显在到达于田以前一定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自己会成为第二个八戒吗？到达于田，这里果然是西域大国，僧众数万，国王供养僧人的房屋数不胜数，每家每户也都供奉着一座至少2丈高的佛塔。而与此同时呢，一群国王卫队也不由分说地包围了法显僧团，然后法显僧团被带到了一个叫做驱魔地的地方。但来到这里以后呢，法显笑了，原来这是一座大乘伽蓝啊。伽蓝也就是供养僧人的园林。前面我们在鸠摩罗什故事里聊过，贵族供养僧众一般有寺院洞窟，这其实是中亚西域和中原的传统。而真正最正宗的印度传统呢，是用伽蓝园林来供养，因为古印度温润潮湿，园林茂密，而由此可见呢，于田国在当时也是水草肥美，园林密布啊。而后来呢，随着地质的变化，它却变成了今天这种沙漠的样子。到达驱魔地伽蓝以后，发现也不知道为什么于田突然就改信了大乘，他只是记载说自己在这里度过了佛诞日。节日当中呢，于田国举国游行，张灯结彩，驱魔地的花车走在最前面，见到佛像，国王也要脱帽赤脚捧花来迎接啊。这可能是因为八戒和尚吧。虽然八戒在这里被扣押，最后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这里，但会不会也正是在他金刚不坏的神迹感召下，于田国改信了大乘呢？这个我们就不得而知。但是230年后的玄奘再次路过这里，又给我们讲了一个于田国的后传故事。玄奘说自己在于田国附近的一座城邦看到了一尊2丈高的佛像，佛像很神秘，当地人还告诉他，这尊佛像是很久很久以前从一个叫做葛劳洛家的城邦被大风吹过来的。说是有一点呢，整个西域妖风横行，突然有一天，这尊2丈高的佛像就跟随着大风从天而降，落到了葛劳洛家城中。而与此同时呢，城里也来了一个相貌丑陋的苦行僧。当时的葛劳洛家并不信佛，而天降异象，又看见这个怪和尚在城里礼拜佛像，城里的百姓很惶恐，都认为这个苦行僧是个扫把星，于是就奚落他，驱逐他。只有一个长老悄悄地拿出了一些食物给这个苦行僧。苦行僧临走前跟长老说，巨大的风沙海啸还有7天就到，海啸将掩埋整个城市，你快逃吧。果然7天以后，葛劳洛家城彻底被风沙掩埋到了地下，无人幸免。起初专家们都认为玄奘这段记载是在夸张，用来警示后人。而后来呢，专家通过考古、地质等等手段的证实，玄奘可能并没有吹牛。当时的西域风沙真的有可能是海啸级别的，像楼兰、葛劳洛家，包括后来考古发现的尼亚精绝古城，很可能都是在一夜之间就被风沙海啸给吞没了。整个西域从绿洲变沙漠的过程非常迅速，发现200年前过来，于田国还是宛如古印度的园林伽蓝，而200年后呢，玄奘再来，已经只看到一片沙海。回到法显的故事，僧团继续往前走，又分别经过了紫河国、余辉国，来到了葱岭当中的羯叉国。羯叉国供奉着一颗释迦牟尼佛的牙齿，法显有几位同伴已经提前赶到了这里，他们这会儿正在激动地迎接法显，因为皇天不负有心人呢，他们已经走了4年，而这4年来，他们在羯叉国第一次见到了佛陀当年最原始的经文。原来就在供奉佛牙的寺院藏经阁当中，同伴们发现了很多中原没有的戒律经书，这不正是法显想要的东西吗？法显也在藏经阁里老泪纵横啊。
同时羯察国的国王贵族也对大臣小臣是一视同仁，非常尊敬。发现说这里的国王会每5年举办一次波遮乐师，这也是佛陀当年最古老的印度传统，非常有趣。国王贵族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全部拿来布施，就像佛陀从王子变成苦行僧一样，他们也会把自己布施的一无所有。布施盛会会持续好几个月，之后再由国王贵族的家人呢用钱从僧人手中赎回被布施的东西。接着盛会结束，一切照旧，国王贵族在体验几个月的苦行生活以后，又回到了世俗当中。这样看来，我们后来的梁武帝萧衍搞出南朝480寺，动不动就把自己卖到寺院里去出家，然后大臣们再掏空国库把梁武帝给赎回来，这都是有传统的。羯察国就是这样一个保留着古老传统以及古老圣物和古老经卷的国家。发现在这里如饥似渴地饱览着古代经卷，他一定很满足，但他一定也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吧，那就是自己已经66岁了，往前是9死1生的大雪山，也就是今天的帕米尔高原，平均海拔4500米，玄奘当年撞小伙都差点没冻死在雪山上。商队僧众也是纷纷劝他，以您66岁的高龄，真的不一定能翻过雪山呢。坐在藏经阁的烛光当中，发现再想想自己的取经目的了，不是也已经达成了吗？羯察国的经卷正是自己想找的东西啊，那是否应该抄写这些经卷，然后直接返回中原呢？路途的辛苦和眼前的困惑让人心动啊！但最终发现战胜心魔，他选择离开羯察国，翻越大雪山，因为羯察国的只言片语绝不是一切佛经的真相，自己还必须去印度寻找更多的经卷。然而前方的路除了大雪山，还有更加让发现难以接受的痛苦。发现之所以冒死翻越大雪山，是因为他知道山那边有一个强大的帝国，叫做贵霜。贵霜帝国的建立者是来自青海祁连山那一带的大肉之人，他们在发现之前的500-600年呢，中原的秦汉时代被匈奴人不断的骚扰，失去了家园，于是就背井离乡，翻越大雪山来到了印度这边建立王国。最开始肉之人也是有点看不起印度佛教的，就在攻破北印度重镇佛罗沙以后呢，准备把这里供奉的一只佛钵搬走。这只佛钵也就是我们原来鸠摩罗什故事里那只谁也拿不动的佛钵。果然肉之大军费了9牛2虎之力，好不容易搬动了佛钵，但是当佛钵被驮到一只大象背上以后呢，那头大象竟然恭敬地跪下，说什么也不肯站起来往前走。肉之人又造了一辆大车，好不容易把佛钵搬到车上，再用8头大象来拉车，结果8头大象也都是全部恭恭敬敬的跪下，谁也不走。这个时候肉之国王也突然把双手高高的举过头顶，合十并且跪拜了下来。他说，看来这就是我们肉之人与佛陀的缘分了，我们就在这里供养佛陀，建立家园吧。于是一座巨大的佛塔被建立了起来，城邦佛罗沙也成了肉之人的首都犍陀罗。而肉之人建立的贵霜帝国呢，也在蒸蒸日上，之后又和大汉、罗马、安息并列成了寰宇4强之一。贵霜在北印度和安息、罗马密切交流，他们的犍陀罗佛像非常有名，吸取了希腊雕塑的风格。接着贵霜的大肉之人也不忘本，很多僧团从犍陀罗出发，翻越大雪山，把佛经又一点点传回了西域和中原。我们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位印度和尚依纯，在长安向汉家博士口述佛陀经，其实这个依纯呢，就是一名犍陀罗僧侣，兼任贵霜国使者。所以法显当时一定是知道这些故事的，他西天取经的目的地其实就是犍陀罗，就是贵霜帝国。他相信翻越大雪山就到了强大的贵霜国，他一定能在这里取得真经。而眼前羯察国的那些经卷呢，不正是自己已经正在接近西天的证明吗？所以法显虽然已经66岁了，却还是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茫茫的雪山。有如神助，法显僧团11人全部安全地翻过了大雪山。然而当法显真的来到犍陀罗的时候，他几乎就崩溃了，因为法显梦想中那个强大的贵霜帝国已经没落了，犍陀罗城里那座当年肉之人供奉佛钵的巨大佛塔也已经破败了。这里虽然还有佛钵、佛印、佛眼、佛顶骨等等等等的遗迹，但是这里已经不再是昔日的西天佛国了呀。法显焦急地用梵语和这里的僧侣们交流着，
但发现痛苦地意识到，和中原一样，这里也已经是一个和尚一本经，佛陀最原始的经卷，似乎他们已经并不在乎了。历经千难万险到达西天以后，但你看到的却是一个梦想破败的西天，也许这是对66岁老人最大的惩罚吧。但发现没有放弃，他坚信西天之外还有西天，他向僧团宣布继续往前走，大不了我们再去佛陀的出生地，去尼泊尔寻找真经。然而梦想破灭以后，僧团也随之崩溃，有2名僧人当即表示自己只供奉佛钵，然后就将返回中原。另外一些同伴也开始纷纷表示自己不愿意再往前走了，这里就是西天了。发现痛苦地看着同伴们离去，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比后来的玄奘幸运多了。当玄奘再次来到犍陀罗的时候，他看到的却已经是轰然倒塌的佛塔和满目疮痍的城邦。梦想中的西天在玄奘时代已经变成了印度教的天下呀。后来吴承恩有感而发，这也就成了《西游记》中小西天和黄眉怪的故事。为什么孙悟空看到小西天小雷音寺的招牌一眼假，而师父却满心欢喜，像在小西天找到了归宿一样呢？其实信仰不就是这样吗？哪怕它只是一个名号，哪怕它早已物是人非，但你和玄奘法显一样，心中的执着不能破灭啊。于是经过一番讨论以后，僧团竟然只剩下法显、慧净、道整3位同伴。他们3人决定继续南下，翻越小雪山，进入中印度去寻找真经。翻越小雪山前，法显听到了一个佛影洞的传说。当地人说，崇山峻岭中有一个洞窟，可以看见佛影。法显当时一定是想为自己破灭的梦想重新找一个支撑吧。于是就连当地人都认为山岭危险，没人愿意给他带路，法显却拖着67岁的高龄，独自一人深入今天阿富汗的崇山峻岭，没吃没喝寻找佛影洞。果然在这里，法显找到了洞窟，并且看到了佛影，就像重新看见了西天的召唤一样。230年后，困惑的玄奘也来过这个洞窟。翻越小雪山的时候，阴风骤起，发现一行3人被冻得浑身发抖，同伴慧净倒下了。他说自己已经没有希望了，你们赶快走吧，要不然大家全都得冻死。就这样，僧团又少了一个人。翻过小雪山，进入中印度的时候，只剩下法显和道整2人。接着是整整1年的辛苦跋涉，68岁的法显终于到达了佛陀的出生地尼泊尔的迦毗罗卫城。然而等待他的是什么呢？却依旧是梦想的幻灭。佛陀的故乡也已经不在这昔日的佛国。法显说，白象在旷野中游荡，狮子时不时的就出来袭击路人，这里也已经没有佛陀的经卷了。法显决定继续寻找，他和道整南下，准备进入南印度，进入小城和印度教的不友好区域，继续寻找真经。然而正当他们渡过恒河，刚刚踏入不友好地带以后，他们却惊奇地发现，这里有一座王城，叫做巴连福邑。这里的学术氛围很好，大城小城都能得到供养。最重要的是，这里的藏经阁和大和尚那里还保留着很多佛陀最原始的经典呢。于是接下来的岁月里，法显不停地抄啊抄，也不停地听啊听，他要把所有的经卷和学问全部用印度文抄写在一张又一张像贝壳一样的棕榈叶上面，这也就是所谓的贝叶经。慢慢的，法显在这种抄经的岁月里度过了自己的70岁生日。真的很难想象啊，一位70岁的老人还在异国他乡的大学里像一块海绵一样如饥似渴地吸收着知识。这也许是法显最快乐的时光吧。就这样71岁的时候，法显终于抄完了巴连福邑所有的经卷和学问，他打算回国了。但是这个时候道整却来劝说他，中原恐怕早已物是人非，这里佛法昌明，戒律完备，不正是你梦想中的西天吗？又何必再回去呢？原来道整虽然比法显年轻很多，但他已经不再愿意冒风险回国，他已经打算永远留在巴连福邑。而法显取经的信念并没有因此而动摇，他整理好经卷，孤身一人离开了巴连福邑，顺着恒河东进，去寻找一条传说中的回国线路。不久以后，法显来到了今天的加尔各答，在这里他见到了大海，而海路这也正是当时婆罗门商人们传说中的一条东归线路。
可能法显也知道，以自己71岁的高龄，很难再熬过陆路上那些雪山和大漠。然而，海路就一定真的更轻松吗？在加尔各答等船的时候呢，法显又在这里发现了一些失落的上古经卷，同时法显还在这里见到了精巧的佛像绘画技术。法显认为这种技术将修行融入到了绘画当中，如果向中原僧众展示，又何尝不是一种无字经书呢？于是法显静下心来，一边学会了这种绘画，一边又抄写了好几部重要的经文。然而不知不觉2年时间过去了，73岁的法显却还没有等来那艘能够带自己东归的商船。法显的脊柱开始慢慢变弯，胡子已经彻底变白。他意识到自己必须和时间赛跑了，不能再等了。传说中东归的商船会在一个叫做狮子国的地方停靠，于是法显毫不犹豫地登上了一艘开往狮子国的商船。狮子国就是今天的斯里兰卡，是一座孤悬海外的岛屿。但万万没有想到，正是因为它孤悬海外，这反而让它躲过了各种宗教冲突，在印度之外又为我们保留了很多原始的经卷。法显在这里又如饥似渴地抄了2年。今天的斯里兰卡还有法显洞和菩提树，据说法显洞就是法显当年抄经的地方，而菩提树呢，则是法显打坐悟道的地方。这棵菩提树是当年从佛陀释迦牟尼悟道的那棵菩提树上接种过来的枝条。几千年来，斯里兰卡人一直精心地呵护着这棵菩提树，而想必法显当年能在这里打坐，一定是一种终极幸福吧。果然，在法显75岁的时候，他突然在寺院里见到了一位香客留下的供佛礼物，竟然是一把来自中国的白色绢扇。法显突然就忍不住的老泪纵横，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要等的那艘商船终于来了。然而就在法显登上这条商船以后呢，世界历史上却又出现了一桩千古悬案。传说法显登船以后遭遇大风，他从斯里兰卡一路飘到了美洲，然后又从美洲返回了中国。听上去这简直是鬼都不信了，但事实上如果仔细分析法显游记，我们就会发现他可能真的去过美洲，而且美洲那边竟然也有法显传法的相应传说。先说说法显游记吧。法显说这是一条满载着货物将要开回广州的商船，船上有200人，为了保险起见呢，大船后面还拖着一艘小船。结果跟着信风东下，刚刚过了2天，第3天就遭遇狂风，在狂风中船只失控，商人们惊恐地砍断了拖着小船的绳索，大家也都在抛弃随身携带的重物，水手们则在舱底排水。就这样，狂风吹了整整13天，商船终于停靠到了一座岛上。在岛上，商人们修理了船只，但没人知道自己在哪里，大家都非常担心因为偏航会遇上海盗。然而商船重新下海以后呢，根本就没有见到任何海盗的踪影了。商人们惊恐地发现自己进入了一片未知的海域，这里的海龟大鱼谁也没有见过。商人们又惊恐地下锚，却发现这片海域他们根本就够不着海底啊。就这样，商船漂了90多天，漂到了一个地方叫做耶婆提。耶婆提没有佛法，他们的风俗和印度婆罗门一样，是等级森严的社会，和佛陀倡导众生平等完全不同。发现了这段技术，大家发现什么问题没有？最开始法国学者在翻译这段法显传的时候呢，他们认为耶婆提就是苏门答腊岛的某个地方。但后来一位英国学者塞缪比尔，他在1869年将法显传从法文翻译成英文的时候就觉得不对，这个苏门答腊的说法有问题。因为无论你在海上怎么漂90多天，根本不可能只从斯里兰卡漂到苏门答腊，而且东夏写在那里了。塞缪比尔也是一位古代航海学的专家，他知道东夏在古代航海术语当中就是穿越马六甲的意思，而如果按照当时4级信封来算，东夏3天刚好是从斯里兰卡穿越马六甲的行程，所以法显他们可能是在穿越马六甲经过新加坡以后才遭遇狂风。如此算来了，狂风中13天登陆一个小岛，然后又从小岛上出发之后整整90天，是一片陌生的海域。这样法显应该至少飘到了爪哇，甚至是飘到了巴布亚岛。然而当1908年章太炎张大师重新整理法显传的时候，他认为塞缪比尔的爪哇说也不对，原因有4点。第一，从新加坡到爪哇这一带，中国自古就有贸易线路，不可能是陌生海域。第二，这一路上岛屿众多，不可能漂90多天见不到陆地。
第三，这一路上的海水并不深，绝不是下锚够不着海底的情况。第四，风向也不对，按照法显的记载，他们应该是早春出发，当时的风向不可能把商船一直往东吹。因此章太炎提出了劲爆的观点，法显一行人东下马六甲以后，第一次遭遇狂风，13天以后靠岸，应该是被吹到了菲律宾的某个地方，而之后的90多天漂流呢，是跟着北太平洋洋流飘到了美洲。昌塔什莱根据训诂学考证出来，耶婆提就是耶科陀尔，即今天的墨西哥。而且当年麦哲伦第一次环球航行，从南美洲跟着赤道逆流飘到菲律宾，也刚刚好是90天的行程。张大师的观点一经提出，当时就有一个叫做刘半农的大学问出来质疑，他说：张大师，咱别闹好吗？法显的原文90许日，您也是国学大师，断句错了呀，9日或者10日而已啊，哪是什么90多天？确实刘半农说的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让我们继续看法显从耶婆提返回中国的游记，问题却又没那么简单呢。法显接着说，在耶婆提停靠了50多天，4月16日商人们再次出发，接着1个多月以后，突然有一天平静的海面变成了黑色的潮水，滔天的巨浪就席卷了过来，商人们又迷失了方向，海船上的乘客们也在拼命地扔掉货物。这个时候呢，法显和自己的经卷坐在一起，他听见几个婆罗门正在议论，船舱里的那个老和尚是不是也应该扔下去。按照婆罗门传统，在风浪中献祭一个异教徒和尚，或许能让海神宽恕。船舱里早已乱成一团，正当婆罗门准备动手的时候，突然法显的资助人一位中国商人站了出来，他说：中原皇帝敬重佛法，你们要是敢把大师扔下去，那除非把我也扔下去，否则到了汉地，我禀告官府，你们必然被处以极刑。就这样，法显和他的经书再次逃过一劫。风浪平息后，商船又整整漂了70多天才靠岸。上岸一问，这竟然是山东青岛的崂山境内。所以这里写的没有任何问题，从耶婆提飘回中国也用了1个多月加70多天，总共大约110天的行程，而且登陆地是青岛崂山。很显然，他们再次顺着赤道逆流飘了回来，这个洋流的行程也恰好是110天。因此法显带着他的经书真的去过墨西哥吗？似乎和美洲那边的传说也能对得上时间。还记得我们3、4年前聊过的北美霍皮族的预言吗？霍皮人说自己爱好和平，霍皮的名称就是和平。他们一直在等待一位来自新兴的白人朋友，白人朋友长着白胡子，他教给了霍皮人和平的意义，还教给了霍皮人土水烽火的世界观。然后霍皮族的预言、第4世界的终结等等等等的故事也都来源于这个土水烽火的世界观。然而当西方人类学家研究这个土水烽火的时候，他们惊奇地发现，这简直就是和佛教中的土水烽火一模一样啊，也就是我们所谓的4大皆空，4大正是土水烽火。而继续研究了法显取经的时代，正好是4大理论盛行的时期。另外霍皮的发音也恰好是法显时代汉语中和平的发音啊，所以一切都已经这样对上了吗？后面还有更深入的故事，我们会员频道里细说。总之，法显美洲说目前还是一个历史悬案，无法肯定也无法否定。但回到我们西天取经的真相，75岁的法显为了护送真经回国，又像少年派一样整整在海上漂了2年，直到77岁的时候才终于将真经送入了东晋王朝的首都建康，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城。接着法显没有丝毫的停顿，他还要赶在自己去世前带领着僧众把这些经卷翻译成汉文呢。法显已经77岁了，时日真的不多了呀。然而就在翻译接近尾声的时候呢，突然有一天大家发现80岁的法显竟然不见了，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凭空消失，东晋皇帝也怅然若失。毕竟后世的玄奘在翻译经文的过程中也渐渐成了一位侍奉帝王家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呀，法显又何尝不是这样一位难得的人才呢？直到3年以后，突然又从湖北江陵的新市当中传来一个消息，83岁的法显在这里圆寂。原来他人生的最后时刻再次选择了行脚苦修，从南京沿江而上，一个人悄悄地走到了江陵。在江陵的新市当中，法显写下了他最后的文字《法显传》，也叫做《佛国记》。
正是我上面和你分享的这些内容。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西天取经的真相，原来还要做好飘到美洲的心理准备啊。